除非居民部门有足够的自救能力，否则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面，都应该义无反顾先救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大家好，我是高龙。发改委刚刚颁布了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措施出台，振奋人心。核心要点一共20条，整个资本市场闻声而起。但我头脑中仍不自觉地冒出了唐朝诗人韦庄的那首词：当时年少春山薄，骑马依斜桥，满楼红袖招。满楼红袖当然吸引，但我担心的是，当年的咸阳游侠依然年少否？是否还有鲜衣怒马的实力？是否还有一掷千金的豪情？用我们当代语言来翻译就是：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有钱。20条无疑都是好的，也一定会有确定且巨大的作用。但美中不足的是，整个20条基本上都是鼓励居民往外掏。如果同时我们来考虑怎么往里填居民资产负债表，才可能得到真正的救济和修补，才会根本上解决消费不足这个难题。经济学上面，在经济衰退期，由于负债是刚性的，资产却不断贬值，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居民，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都会不同程度的被捅漏和破坏，大家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在全社会总体救助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就存在着一个先救谁家的资产负债表的抉择问题。结论是，纵览过去200年的世界经济史，除非居民部门有足够的自救能力，否则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面，都应该义无反顾先救居民的资产负债表。因为居民部门是经济的最底层、最微观细胞，没有居民的消费，企业就不会有收入，不会有利润，政府也就不会有税收。最经典的例子是漂亮国。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漂亮国就开始了坚决的结构性去杠杆过程。和我结构性去杠杆，并不是都去杠杆，是居民、企业部门，尤其居民大幅度去杠杆，政府负责断后，负责负重前行，负责一路加杠杆。这堪称是一次史诗级的教科书级别的杠杆大转移。我完全相信，多少年之后，这波操作都会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经典案例和膜拜对象。到2023年6月底，漂亮国的家庭负债余额占漂亮国 GDP 的整个比重大幅度下降了1/4，从101%暴降到64.9%。漂亮国企业的杠杆率从接近70%降到了60.9%。企业债务占企业净值的比例目前处于50年来的低点。与此对应的是，过去15年里，漂亮国债务增加最多的是公共部门。漂亮国的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重从2007年的64%大幅度抬升到现在的133%，翻了一番。尤其是2020年口罩以来，漂亮国是通过政府举债，变着法儿、变着名目的直接给居民、给企业部门直接送钱、直接发钱，这令漂亮国的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表都处在过去几十年来最健康的状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正是美联储过去12次会议有11次加息，过去18个月大幅加息了500个 BP， 从0.25%加到了5.25%、5.5%，是1980年以来漂亮国最快速的一次货币紧缩过程。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漂亮国的经济出乎整个全市场的预料，硬生生的扛住了，而且表现得还无比强劲。漂亮国2季度 GDP 增速达到了2.4%，失业率只有3.6%。经过11次加息之后 ，CPI 就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还定在3%这个水平。秘诀都在过去这15年这一波居民、企业、政府这3个经济主体的资产负债表的修补、调整的先后次序、顺序以及力度上面。看算之时可以攻略，我们或可以从中借鉴一些东西，从它这来学到一些东西，来如何提高和刺激我们的消费。大家好，我是高龙，关注我，我们一起提高认知，不做韭菜，不被收割。